范泽人在与叶大诗人的交流中，还了解到了这个国家的考试制度。叶大诗人向他解释这个国家的考试制度的由来、作用与重要性，并告诉他通过考试可以获得官职、社会地位和权力，进而改变自己的命运。深入了解现行的考试制度之后，叶诗人告诉范泽人，正式考试制度分3级：通考、县考，还有京考。而要参加正式考试之前，要先有成为学院学生的资格，也就是要先考过院考。范泽人听后深受启发，他决定下一步是通过入院考试，成为院生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范泽人努力准备入院考试。他每天除了工作之外就是读书，常常早出晚归，苦心学习，不断提升自己的知识和能力。在此期间，不断磨练自己的诗词才华。范泽人也与县城的各界人士建立了良好的关系。他与各路文人诗人交流诗文，从中获取了许多宝贵的文学资源和见解。同时，他也结交了一些官员和百姓，从他们身上学习政治和在地文化知识，为将来做足了充分准备。他不断扩展了自己的人脉和见识。范泽人向来酒楼吃饭其他的客人，打听到了院试的具体情况，得知书院考试由书院的老师担任考官，内容涵盖文学、历史、辩论等多个领域，要求考生全面展示自己的知识和才能。院考当天，他前往当地的书院参加这场重要的考试。当范泽人踏进书院的大门时，立刻感受到了一股浓厚的学术氛围。书院内的建筑古朴典雅，庭院中种植着茂盛的树木，清风拂过，令人神清气爽。书院的大厅里挤满了前来应试的考生，范泽人站在人群中，穿着整齐的衣服，神情专注地等待着考试的开始。等待所有考生都入座之后，敲响了开始考试的锣鼓。考官是一位书院的老师，他目光锐利，带着几分严肃的神情站在台上。他清了清嗓子，开始宣布考试的规则和内容。各位考生，今日的院试将分为文学、历史和辩论3个部分，请各位考生严肃对待，全力发挥自己的能力。听完考官的话，范泽人心中一紧，他知道自己不能有丝毫的松懈，必须全力以赴。纵使自己从小博览群书，初次面对院考这种正式考试，仍不由得有些紧张，但同时也充满了期待。他相信自己的能力一定能够考出好成绩，进入书院学习，为将来后面的考试做好充分准备。首先是文学考题，考官出了一道题目，要求考生根据所给的诗句进行诠释和发挥。范泽人思索片刻，迅速下笔，展现出了自己的文学素养和表达能力。接着是历史考题，要求考生回答有关古代历史事件的问题。范泽人凝神思考，严谨地回答了考题，展现出了自己的博学和深厚的历史知识。最后是辩论考题，要求考生对一个思想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探讨。范泽人冥思苦想，写下了自己的见解和理解，展现出了自己的思维深度和逻辑能力。考试结束后，范泽人松了一口气，他不知道自己的表现是否足以通过考试，但他也知道自己已经尽力了，无论结果如何，他都不会后悔。没考过就继续考，他绝对不会放弃。不久，考试结果出来，揭榜的那天，泽人找到了自己的名字，是以榜首的成绩录取。他有些意外，是比自己预想更好的成绩。范泽人，没听过这个名字。一旁的其他考生发出了疑问：没听说过，好像不是士族出身。范泽人是被叶大诗人称赞的那个小子吗？那个叶大诗人吗？要得到他的指点可是很难的，那小子也太幸运了吧。讨论着泽人的言谈不绝于耳，一个没看过的名字占着第1名的位置，大家自然会好奇的谈论。你看第2名是刘景望。刘景望是那个当朝大将军的侄子，县都的儿子。刘景望，柳家可是大族啊，竟然考出一个外来的小子吗？快别说了，到时候惹到刘景望，你就别想混下去了。身处风暴中心的泽人丝毫不受影响，只沉浸在自己考上的喜悦之中。学院当中有一条规定，如果是外乡人或是贫困的考生，会得到资金的援助，免除上课期间的所有学费，但前提是通过院考或是成绩特别优异的个例。这些都是县令的意思，鼓励民众向学考试。所以泽人在入学时才知道学费全免。听到这样的德政，泽人惊讶地接受了下来，心中暗暗觉得县令是个厉害的人物。书院坐落在县城的一隅，是一座气势宏伟的建筑，周围绿树环绕。上学时间，书院门前人来人往，这里有来自各方的人，有名门望族的后代，也有寒门子弟，还有像他这样的平民百姓。不论是谁，
只要有志成为官员，就可以通过考试进入书院就读。走廊上人来人往，各种身份的学子们匆匆而过，彼此间充满着一种紧张的竞争氛围。在这里，才华横溢的人物聚集，每个人都渴望着在这个书院中获得一席之地，为自己的前程打下坚实的基础。范泽仁在书院里寻找自己的位置，走过一排排古朴的石阶，进入了教室。教室中已经坐满了学生，有些人正在互相交流，有些人在默默读书。他随意找了一个空位坐下，准备等待上课的开始。就在这时，一个与泽仁年纪相仿的年轻人走进了教室，他一身雍容华贵的打扮，显然是来自名门望族。这个人就是刘景望，身旁还跟住2个跟班。刘景望走到教室前，目光扫视着在座的每一个人，似乎在寻找着什么。当他的目光落到范泽仁身上时，眼中闪过一丝不悦之色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。你很面生啊，你就是范泽仁。刘景望的声音清亮而冷漠，让人感到一丝压迫感。是的，我就是。请问阁下是？范泽仁微微一笑，问道。我是刘景望，来自柳家，也是这个书院的学生。刘景望自顾自地说道。范泽仁仔细打量眼前的人，这个刘景望是名门望族柳家的后代，看来以后就是同窗了。但他并不惧怕，反而充满自信地迎上刘景望挑衅的目光。柳兄，还望你多多指教啊。范泽仁伸出了手，示意着友好。刘景望看了范泽仁一眼，眉头微微一皱，但最终还是伸出了手，与范泽仁握手。哼，你给我等住，首位的宝座会是我的。刘景望冷冷地说道。范泽仁表面仍是笑容，心中却已经燃起了一股不屈的意志。面对这个来自名门望族的对手，想要书院中立足，肯定得拿出自己的实力。上课时间到了，先生走了进来，学生瞬间缄默。范泽仁与来自各方的学子们一起坐在教室中，听着先生讲授着各种知识和技能。他们积极学习，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，为将来的官场之路做好准备。从此之后，范泽仁和刘景望之间没有硝烟的战争打响了。他们在学业上相互切磋，力争上游，总想在这个书院中取得更好的成绩。未来，他们将走向相似却又不同的人生道路，各自追逐住自己的理想。彼此间的争斗也将成为书院中的一道独特风景。在书院中，范泽仁和刘景望的竞争日益激烈。他们同为天才，时常在各种考试和比赛中展开激烈的较量。泽仁总是略胜一筹，但刘景望的存在让泽仁更加努力，更加坚定地走在前进的道路上。一天，书院举办了一场辩论比赛，范泽仁和刘景望自然成为了最为引人注目的对手。辩论的主题是关于国家政策的制定，两人在台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。他们站在对立的立场上，展开了关于国家政令的激烈辩论。两人持不同观点，泽仁认为百姓福祉为重，景望则认为军力强盛为主。国策的制定应该更加注重百姓民生，而不是只顾住开疆拓土，罔顾人民。范泽仁以坚定的口吻开场，言语中充满了对于百姓福祉的关怀。但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，又如何保护百姓呢？能保护疆域及百姓的生命，才是治国的根基。刘景望反驳道，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冷静与庄重。范泽仁听罢，冷静地回应道：军力固然重要，然而忽略了百姓的幸福，又有何益？民不安，何以安国？想当年春秋之时，齐桓公实行土地兼并，减轻农民负担，使齐国百姓生活富足，而后国力大增。可见，唯有先让民生安定，国家方能永固。范泽仁坚持着自己的立场，他的眼神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。刘景望也举出实例反驳：国家，先有国后有家，所以应当以国为重。唯有先使军力强盛，方能保障百姓安全，促进国家繁荣。举古之秦，始皇统一6国，完成天下统一，国力强盛，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。只要军力够强，便能所向披靡，无人能敌。范泽仁眉头微皱，坚定的道：即便战无不胜，亦不代表住百姓幸福。国家以民为本，若无法保障百姓温饱，强大的军力又有何意义？何况军事行动劳民伤财，加之如今世道贫者毫无翻身之力，百姓生活艰难，难道这就是你所谓的国力强盛吗？刘景望闻言不禁反驳：百姓福祉虽然重要，然而只有先使军事实力强大到无人能敌，无人敢打，方能保证百姓生命，国家才能好好发展，也才能使国力强盛。若无军力支撑，百姓安危如履薄冰，战争战乱来袭，命都不保，又何谈幸福可言？
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再麻烦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并记得开启小铃铛。这里是图说故事录，我们下次见。